那我这次去米兰也新买了一只勾燕的包。话说勾燕的包真的很难买耶。那我这次买的是哪个呢？是这款迷你西贡，我买的是软版的，然后是灰色。这个西贡包也是勾燕特别受欢迎的一款，但我之前没有特别长草，那最近突然开始喜欢了。其实这个就是我喜欢的包型啊，上面带一个手柄，然后这种方方正正的，它是这种梯形的包。我之前并没有试过，然后这次去店里一试就喜欢上了。首先这个包的自重非常的轻，有花纹的部分就是帆布涂层，然后灰色的部分是牛皮的，上面手柄很特别，是木质的，而且手感非常好，很滑也很轻，整个包身都是非常非常的轻。然后这个包呢，它分为软版和硬版。我当时倒没有特别纠结，我觉得这个软版挺好的，它也很有型啊，而且很明显软版的会比硬版的要更好用、更好装一些。然后这个包它带有一条肩带，里边是黄色的配色。这个肩带怎么装上我都不知道，当时 sales 小姐姐帮我弄的。OK， 我现在把这个肩带装上了，这上面有好几个孔。就先这么背一下试试看吧。我今天就懒得拍全身的镜头了。这个肩带的长度蛮刚好的，就包包刚好在胯的位置。这个灰色真的越看越好看哎，越看越喜欢。然后这个包的容量，话说当时我对于这个包是否能装下手机有疑问。一般在买包的地方，店员就说啊，你可以把手机放进去试试看。但是当我在勾燕想这么做的时候，小姐姐说不要把手机放进去，因为这个包包都是新的，不要给它弄坏了。然后她就拿手机比了一下，应该是可以放进去的。让我们来看看能不能放下。我这个是 iPhone 13 Pro， 放进去完全没有问题。我觉得这个容量还蛮够的，放什么卡包、钥匙啊，其他零七八碎的都可以。然后手机如果再大一点，起码这样斜着也可以放进去。不错。顺便来分享一下买这个勾燕包的经过。话说买勾燕包真的很难呐，排队排很久。我们是11点半到的，当时已经排了蛮多人的。这次没有一开门就到，因为之前还参观了一个其他的景点。然后11点半到那儿，虽然前面看上去人没有那么多，但是队伍前进的速度很慢，最后排了2个小时才进去。话说我排2个小时，我进去怎么着也得买点东西吧。然后在排队的过程中，会有工作人员出来问你想买什么样的包包啊，然后他会告诉你有没有货。我当时说最想买的是 Hobo， 什么颜色都没有。然后还想买 Camera Bag， 他说有一些颜色，然后 Mini 西贡也有一些颜色。我就排呀排，进去之后先登记护照，然后就试包。我先试了这个 mini 西贡，很喜欢，然后还试了相机包，但是相机包比我想象的要大，要更长一点，我就没有很喜欢，因为很中性的感觉，它是男生女生都可以背的，我觉得男生背也会很好看，所以那个相机包最后我就没买。而且我这次才知道，勾燕包包也是有数量限制的，每人每年在全球范围内只能买2个勾燕包，而且不限款式。这个比香奈儿、比爱马仕的限制还要严格。香奈儿是1年可以买12个包，爱马仕也只是 Birkin Kelly 有2个包包的限制，其他包也没有这么严格的限制。但是勾燕就是1年只能买2个。排在我后面的另外一个小姐姐，她也是排了2个小时才进来，然后店员告诉她，不可能再拿到包了，因为你已经有2个了。我才知道勾燕原来有这样的限制。我看一下勾燕这个包的价格啊，它的定价是3250欧，然后退税的金额是406块2毛5，这样算下来退税的比例是12.5%。
意大利的退税比例说是14%，但它可能扣去手续费啊什么的，最后比例就是12.5%。我也不知道这个包在美国定价是多少，没有去店里看过，而且他们的官网也都没有价格。根据我之前的经验，Goyard在欧洲买还是很划算的。另外一个在欧洲买很划算的品牌是 LV， 这次我买了一只小包，它并不在我的计划内。是这款 Nano Speedy， 非常可爱。我知道这款包很火很难买，但我之前并没有长草，因为它实在是太小了，像个玩具一样。我之前在店里试 Speedy 20的时候有问过这款，想说试试看到底什么样子。当时那家店缺货，然后店员就跟我说 Nano Speedy 很小很小的，都没有我的手大，就这么一点点，什么也装不下，没有用，特别特别小。我当时想，那么小，那确实是没有什么用，一个小废包。然后这次在米兰店里呢，就看见柜台上摆着一个 Nano Speedy， 还想说终于被我看到实物了，试试看吧。上身一试，好可爱啊，真的是蛮可爱的。然后我就想说这个包能不能放下手机呀？结果它真的可以放下手机。来看一下 iPhone 13 Pro， 很轻松啊，很轻松，手机就可以放下。然后还有空间可以放一个卡包，一个钥匙包，这样我出门的东西就都可以装下了，所以这就齐了，能放进手机已经很不错了，然后又这么可爱，所以当时一下就长草了。给大家看一下上身的效果，真的非常可爱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很可爱？虽然现在大包越来越火，但我好像越来越喜欢小包了。我之前有一个30的 Speedy 吧，好像是30的，就真的非常大，然后就把它转掉了。现在呢，我又喜欢 Nano 这个大小的了，真的很可爱。我在店里还对比了 Speedy 20和 Nano Speedy， 其实 Speedy 20那个尺寸并没有很大，但是和 Nano 一比呢，就显得很大的一只，像个腰鼓一样。而且 Speedy 20配的是那种宽的针织的那种像运动风的肩带，我觉得也没有这种传统的肩带好看，那种肩带就没有那么好搭配。既然很难买，被我看到了，那就买一个吧。我觉得这个日常出门，像买个菜呀什么的，随便逛逛街呀，还是挺好用的。这个 Nano Speedy 在欧元区的定价是1500欧，话说这个价格其实比我想象的要稍微高一点，它好像涨过好几次价了，然后可以退197欧的税。在欧洲买 LV 还是很划算的，而且米兰那个 LV 店里边和Goyard就完全不一样，人超多，跟菜市场一样，大家买都很开心。最后还有一个 Chanel 的开箱，这次没买包包，买了一件首饰，是 Coco Crush 系列的，这个盒子很好看。Goyard 还有 LV 包包的外包装盒我都扔了，这个盒子没舍得扔，一路背回来了，很好看。来看看我买的是什么，买了一个手镯。话说 Coco Crush 系列火了这么多年，我一件都没有入手。那个戒指很好看，但是我手长得不好看，试过几次都觉得在我手上没有很出彩，就没有入。然后这次买的是，好像是最近新出的这个窄版的手镯，我买的是带钻款，然后是 Chanel 的 Beige Gold 米金色，我不是很习惯戴手镯。然后这个我买的就是最小号 Extra Small， 因为我手腕比较细，我其实还有点不习惯，我总觉得有一个东西在这儿。戴上还是很好看的，很秀气的。我最初本来是想买宽版带钻的，我一开始试了那个，然后再试了这个窄版的，觉得窄版的在我手上更秀气。
这个 Chanel 手镯的定价在欧洲是9300欧，然后可以退1302块的税。Chanel 在欧元区的定价是比美国要高的，但是在欧洲有一个退税，然后在美国还有额外的消费税，所以这样算下来呢，在欧洲买还是会更便宜一点，但是便宜的也比较有限，当然买这种大件儿的便宜的就会多一点。这次在意大利的战利品就是这几样啦。最后再来聊一下很多人都很关心的去意大利旅行的安全问题，也是我去之前包括整个旅途中最大的 concern。 去之前就经常在小红书上刷到在意大利被偷啊、被抢各种奇葩的事情，搞得我都有点不想去了。我想说去的是一个什么地方啊，这么可怕吗？所以去之前我有做好心理准备，然后知道要非常的小心谨慎，也买了一些防盗的东西，一会儿再来和大家分享。然后我们这次是4个人同行，就没有选择火车，全程都是自驾游。不坐火车就可以规避掉在火车上行李被偷的风险，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可怕。然后我们这全程还好，全身而退，没有什么不愉快的经历。在罗马、在米兰，我们也都坐了地铁，觉得还可以吧，就是要时刻保持谨慎，看好自己的包，把贵重的手机什么的都贴身护好，拿在手里，就要非常小心。然后有任何人来接近都不要搭理，都不要理会。还好我们没有遇到什么觉得危险或可疑的情况，还都比较顺利，所以我想可能也没有那么可怕。大家一定要打起12分的小心，但是也不用特别害怕。然后这次为了防盗呢，我们主要买了2样东西，一个是手机挂绳儿，我觉得这个非常好用，现在回来之后我还是很喜欢用。这个手机挂绳儿它是这种蛮粗的绳儿，这是我家人在淘宝上随便买的，我也没去挑样子，就安全最重要。然后它有一个环儿连在手机上，还有一个扣呢，可以扣住这个环儿，所以平时就把它挂在身上。我一般是这么挂，这样斜挎在身上，分散一些它的压力。然后这个手机呢，可以这样揣在包里，或者揣在衣服内侧的口袋里，觉得这样还蛮安全的，而且这样也不怕手机掉地上，所以我还挺爱用这个绳儿的，到现在很喜欢用。然后还买了一个小锁，买了几个小锁，也是在淘宝上买的，就这种密码锁，它是按这边，然后就有这种钢丝线可以扯出来，然后设定好密码就可以给它锁在另一端，然后就可以把箱子和我们是自驾游，然后箱子都放在后备箱，然后就用这个锁把箱子和车锁在一起，然后再把密码打乱。我也不知道这个会不会很容易被剪断，但是有总比没有好。我觉得坐火车的话也可以用这种锁吧，或者看看有没有更粗更结实的锁，我觉得还蛮好用的。然后我们自驾游也不会随便停车，都找那种有专人看守的专门的停车场，那种地下停车场啊，就不把它停在没有人看着的或者那种露天的停车场，会更加安全一点。这就是我这次意大利旅行主要的2个防盗的产品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我觉得这个手机挂绳还是挺好用的。然后还有人建议出去玩穿的低调一点啊，不要背大牌包，不要惹人注意，穿的最好土一点、破一点，这样不容易被贼盯上。但是我们好不容易出国玩一趟，很开心，当然想打扮得漂漂亮亮，然后拍照啊什么的，所以我还是按照我想穿的穿了，然后也背了名牌的包包。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多加小心，多加留意。我觉得也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可怕，大家就一定要谨慎，然后提前做好功课，最好结伴而行，不要一个人，然后像太晚啊就不要出门了。
还有就是买了什么东西紧紧地抓在手里或背在肩上，就是要非常的小心吧。但是也不必特别过分的担忧，该玩还是要开开心心的玩，享受旅程。那以上就是这次我的意大利之行的一些分享了，希望这支视频对你有帮助。有任何问题欢迎留言给我，然后也别忘了给这支视频点赞，并且关注我的频道。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